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其实很容易乏味啊，因为所谓的尊重、所谓的信赖，最后带来的那一种距离感，渐渐的就没有办法克服了。当你从一开始就守定了这个规矩，就是你不看我的手机，我不看你的手机，你不过问我今天晚上去哪里，为什么半夜2点才回来，我也不过问你的时候，到最后就习惯成自然，大家就遵守这个文明而冷漠的规定。两个人的关系会渐渐走到一个令人感到疏离跟寂寞的状态。所以我有些朋友呢，他们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空间，虽然不尊重对方的隐私，虽然被认为缺乏信任，可是给他们两个人生活带来很紧张的感觉。我不是在开玩笑，那个紧张感使他们的生活在一起10年、20年之后，依然维持了情趣。而那些互相冷漠的尊重的人，隔了20年、30年之后，渐渐地步入一个互相不闻不问的状态。所以我纯粹是根据实际的经验跟大家讲，事情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就是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有的时候带来一种紧张的危机感，是可以让双方继续保持互相关切的那一种紧密的关系的。这个按照这个蔡团长的说法，那如果10-20年以后，连这个天天看手机也觉得没意思了，是吧？那就做点更刺激的事儿呗，做点更无聊的事儿，才能把这个无聊的关系保持下去。我来讲两个我的这个想法啊。第一呢，我相信在座99%的人都反对父母看自己手机，对吗？是吧，大家？没错。为什么反对父母看自己手机呢？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手机？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在外面含辛茹苦工作，把你拉扯大，他都没权利看你的手机。一个没养过你、没喂过你奶，啊，只是因为你喜欢他，他觉得他有了权利，对吗？没错，没错。父母都没权利，你有什么权利？你的权利就来自于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你有了权利，这叫什么逻辑？对吗？所以，既然大家不同意父母看，更加不同意远远没有父母像这么亲的人，就什么伴侣之类的来看，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成年人做事情，要做有用的事情。那没用的事情做它干嘛？我就问问那些看过对伴侣手机的，看完之后你们俩的关系有什么正面的进步？你看见了东西，那肯定是负面的；你没看见，他觉得你亏欠他了，说你看我半天我没有，那你欠了我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可能对两个人的关系带来正面影响的事情，最多也就是0，对吧？啥都没有就是个0。你说一个成年人干事情，叫最好情况下是个0，通常它是负的。你说你看他干嘛？你有病！这正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是一定要做有用的事情。高团长，我反驳这2句啊。我觉得刚才你前面说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凭什么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就有了权利？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逻辑啊！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就有了权利啊。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一个成年人应该这叫什么逻辑？我爱你，你应该感谢我。对啊，这是我赋予你的对呀，权利就像你可以没收，就像你爱我，我只对你有感谢，我从来不觉得因为你爱我，我有了权利。对，你爱我，我谢谢你，我永远感谢你。我可以讲一件事吗？就是第一个呢，你刚才用了我们民族的这个孝道来绑架大家啊，这个我有一点意见，因为父母亲不是我们选择的，而伴侣是我们选择的。所以当你选择这个伴侣，那这个伴侣想要跟你达到全面的沟通的时候，你就接受这个标准，要不然你就不要这个伴侣。所以一旦接受了，这个就是我爱你，而你给了我这个权利，对，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用爸爸妈妈不能做的伴侣就不能做来绑架所有的人。然后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成年人做事要有理智。如果这事儿没用，你做它干嘛？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偷看伴侣手机满足的是内心的一种原始冲动。或者要不然你就不会那么纠结，所以其实偷看这件事儿，它也许没用，但它是很爽。我们正在辩题是看，不是偷看。这已经沉醉了。你说爽就是有用吗？我刚爽完之后呢？爽完之后更爽。
不爽了。一段感情之中，一方爽，另一方不是理性的动物。对人的决定有大比例上面是感性做出的。那一方一直爽，一方一直不爽，你这个关系互相看啊你，怎么知道他们互相看就互相爽。其实两个人的关系的核心就是互爽。有的时候看完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呢？对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我再也不参与这个讨论了。究竟情侣之间应不应该看对方的手机呢？请看大家怎么看。好，题目出来了，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正方是该，反方是不该。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一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心意，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红键代表该，蓝键代表不该，请按键。哇，压力好大。 3、2、1， 33比67。好，场上只有5位选手，请按照你们的自由意志选择正反方。最惨烈的组合出现了，马薇薇和范甜甜认为该看对方的手机，3位男士认为不该看。2位团长，请选择。康永哥先选。如果让我选的话呢，我本来是有一个想法的，可是看到马薇薇跟范甜甜同一队呢，我就选他们那队。你觉得胜之不武，你知道吗？既然选择了，我就说不该看。来吧，不该看，不该看。咱们来吧。啊，你意志这么坚定，又到你了。我吗？我这个人呢，我是全部都要知道手机密码，而且那个银行密码、email 密码，然后银行密码，银行密码所有东西我都要知道。每一个前女友的生日，每一个前女都友必须要掌握。对。到那天从早上开始观察他。每一个前女友的生日那天早晨开始观察她。对啊，看他想不起今天是什么日子呀？早上起来要问一下。我觉得我简直太单纯了。你都告诉你老婆了。那你们处在反方的位置上，而且是领先优势，谁先说？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应不应该看伴侣的手机？我们当然是不应该看。你去查看这个动作，就证明你很在乎，你很爱他。什么东西你才会在乎，你才会精心的去揣测，你才会去做呢？美特斯邦威打折了，我会去看一下，我省了多少钱。美特斯邦威上新货了，我会知道说是哪一个款式适合我。我不是让大家不要去在乎，各位弟兄姐妹们，要让大家在乎的比较有尊严一点。偷看手机这么 low 的行为，遗忘姐会吗？哎，她会。你们会吗？能不能不要好好的人不要去做，要做一只缉毒犬，每天在秀说啊，这是东北的玛丽的头发啊，那是台北的 Mary 的香水，能不能活得高尚一点？能不能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或者做一个安静的女神呢？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是他对你直接的攻击。我觉得他直接的羞辱。直接就攻击。你的答案就是这样的，不是吗？我会看呐，我正大光明的看不行，我没有偷看。偷只是看的手段。对，我们讨论的是。我没有偷。算了，不说了。哎呀，另外我问一下，这个美特斯邦威除了赞助冠名之外，是不是给每个选手都发钱了？没有，就给他发钱了，就给他发钱了，钱不吗？我们抽一半。好，要小心哦。正方，你们2位女神女侠，我来。为什么每次起来都要调裤子？哦，因为裤子有点。听口音不像本地人啊。我是正宗的撒黑女侠呢。我觉得记者吸收这件事情啊，正好反映了我方观点啊。哎，我怎么会讲这么官方的话？这为什么？就是爱。为什么要看对方的手机？因为爱。我们大爱无价，是个爱。我们不是为了要查小三啊。凭什么你以为我们查电话就是为了整天像这个鸡毛蒜皮的等着？哎，我老公什么时候出轨？我老公什么时候出轨？我老公什么时候还没出轨？我不满意，因为我们这么傻呀？我们是有智商的好不好？为什么要看对方的手机？因为爱。
呸！你在冷我。我当然，你感冒了吗？很明显。我是很中立的，我刚才纯属是嘴里有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很爱对方，我们非常想知道他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什么关心他呢？比如说我老公1个月已经没碰过我了，我好担心。为什么？不用去买情趣内衣，不用送这种东西，看他的手机，哦，原来有点暗毛病，那怎么办？我偷偷去找个老中医，拿点药回来放到他的汤里，毛病马上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呢，要给老公留面子。老公这种话他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我会写在我手机里吗？当然会呀。感谢你，主持人都我会在记事本里写出昨天。你的朋友说不定会跟你说，他会跟他的男性朋友说，我看到了吗？对不对？而且说不定他的爸爸妈妈缺钱，家里发生了大事，他不好意思跟我开口，我看到了，我给他爸爸妈妈汇去了10万块钱，我是一个好老婆，你知道吗？还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的老公最近心里边很想知道我这个月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礼物，他很苦恼。情人节要到，这个节那个节要到了，不用苦恼，老公，我告诉你我要什么钱，对不对？我们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再这样子，我们做个现场测试啊，现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起测试，我们扪心自问，大家拍着良心回答，拍着良心啊。啊，今天说了，谁要是回答错的，为了假话说的话，回去天打雷劈啊！看过你对方，不能举手。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看过对方，觉得骗子，是不是没有对象？跟我一样没有伴侣。我举对吗？那些没有举手的，我想问你们心里难道从来没有1秒钟看到这个手机放这里，我想看一眼的有没有？举手。有，举手。有，到底有没有疑虑？不是，我在问大家，你到底是不是心里边有过一丝想过，我想看一眼，但是我拒绝了，有没有过？所以还是都有产生过想看的想法是吧？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看呀，哎呀，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本能？看呀。在你年轻的时候，我还想偷看你洗澡过。哎，看呀！后来我压抑了，我不知道就可以了呀，你唱好了。但是最后我压抑了，是因为我不想做这么 low 的事情。啊，不 low 不 low 啊！这个大学都发生过这种事情，什么男人都发生过，没事的。哎，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如果没有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也没有这一丝想法的人有没有？你不爱你女朋友？没有。为什么？你根本不关心她的点点滴滴，你不关心她到底有没有在外面出轨，你根本不关心她是不是关心你，你根本也不关心她爱不爱你，因为你不爱她。懂不懂？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谢谢大家。非常好，这个范甜甜说完了之后。正方从刚才的33票变成了54票，21票、22票。在座的这2位都是刷票机。刷票机。好，来，还是我，想知道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不好意思开口的东西，不是只有隐疾的，男生们，对不对？你们的电脑里、硬盘里。你们的文章、你们的图片、你们的视频，我们有一些事情，不要说兄弟不行，最好的朋友不行，父母不行，女朋友不行，我要在你心中留下一个我的底线，你明白吗？过去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日记本里，所以日记本我们不能看。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写他家里面的事情，我们不能看。这位仁兄，咱们说的还是偷看手机的那个。没错，没错。现在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手机里，我们不能看。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空间，是你绝对不能侵犯的。回来了 ，OK。好，你就最后这一句话，好像跟今天有点关系啊。你请坐吧。哎呀，好，马薇薇。费那么大劲讲俩字儿，叫隐私。OK， 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隐私权。可是什么叫伴侣？就是你我既然相爱，从此再无疆界，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权利。
也请你为我放弃一切权利。当时我心说，你们这样偷偷摸摸的像一条缉毒犬呢。可是爱一个人就是低到尘埃里，别说缉毒犬，草履虫我都愿意做，草履虫我都愿意做，草履虫我都愿意做。你跟我讲隐私，你就是把我当成别人。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残废，我们永远都共享一切。你上厕所，我给你递手纸的时候，你不跟我讲隐私，看一下手机，你给我讲隐私。人家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你跟你的器官讲隐私。最后，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我方的观点：世界上有一个我，世界上有一个你，我们把彼此都打破，加了水，加了泥，和在一起，重塑一个我，重塑一个你，从此你泥中有了我，我泥中有了你，请把你的手机交给我。这话题太好了，你们刚好是按男女分的。对，我提醒一下反方，不要跟你的肋骨说对了。艾丽，即使是我的肋骨，他也可能不知道我的大腿外侧所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基本的隐私权。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我想说的是，爱是什么？爱的第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是信任。一个天天看别人手机的人，缺的是什么？3个字儿：安全感。刚才有一些朋友举手了，就是看过手机人举手了。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真的有看过的话，之后一般是什么情景？是2个人开开心心的继续呢，还是说多多少少的有一些拌嘴，有一些吵架？为什么说我特别反对看手机，包括看短信呢？还有一个特别关键内容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有6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语音语调去传递的。举个例子，我今天的话脖子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女同事发过来4个字，哎，你脖子怎么样了？哎，我念的时候很正常，但是如果说我的女朋友去念的时候，她会加上她的妒忌心，还会加上一点点的语气，她就会变成哎，你脖子怎么样了？哎，你脖子怎么样了？对，啊，同时有点错。对，所以我想说，可能是一件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但看完了之后，就是件解释不清的事情了。而第二点，我还想特别说啊，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期待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之后，这个人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本来这个男生挺好的，但是你老查，最后男生的话就有感觉就是，我的天，你老查什么都查不到，干脆我真出点事让你查到算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个想法，对。所以，如果真的爱一个人，你就大胆的放心去爱，信任他。如果你要天天的去看他手机，累得要死，我建议你早点换个人吧，否则的话，这一辈子就是在无限的不信任、彷徨与蹉跎当中度过。非常感谢，谢谢。甜甜反驳。很简单的是，我们中国有一些传统的语言啊，是很有讲究的。就上场的时候，我想讲没有讲完，叫什么？男人靠得住，女人相信。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有鬼，我也不相信男人这张嘴。我今天就在这儿给你站着，给你证明一个能靠得住的男的。我不能因为你一个男生伤害了你，让失去了我不信任你所有男性的我想问你，艾丽，我既然已经爱你，对不对？对，我范甜甜可以为你付出生命，谢谢。你却连一个手机都不让我看，你觉得公平吗？我认为没有意义。我对你的要求没有，你可以不赚钱，你可以贫穷，你可以生病，你全家可以烟火，我都没关系，我只想看看你的手机。没有，而且用一个手机的密码4个字换取一个安全感，是我你的女朋友，如果多容易的事情，你也不肯做，你不懂爱。我不会。海你不爱。我想说一下。谢。哎，一句话，2位团长，让我说一句话可以吗？不是声音大，不是声音大就有道理。没错，不是声音大就有道理，不是能喊我们就要相信他。如果说社会的所有的声音只是因为谁发的声音大，我们就听他的，那这个社会就完了。我们是一个有隐私权、彼此尊重的社会。
马薇薇，艾丽刚才的发言3个字：安全感。对，女人要有安全感。我劝艾丽也3个字：责任感。男生要有责任感。我相信在场很多男性朋友之所以会转换立场，是在于你们女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担惊受怕、歇斯底里？我们谈的是伴侣，不是女生该不该看男生的手机。任何一种情况，男女你们都会啊觉得说，你为什么那么没有安全感？你为什么那么脆弱？我问你，你为什么那么没有责任感？你为什么不把暧昧短信删干净了让我看？什么意思？你可以跟别人去搞暧昧。你甚至也可以出轨。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感是做到不让人发现。所以，当你那么简单粗暴的不让我看你手机的时候，当你在我看你手机反过来指责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坦白讲，我会蔑视的不是你的道德，是你的智商。大家出来混，最底线，别伤害对方。让我来给你安全感。安全感什么时候变成了看手机才能给的？难道我不能每天陪一下他吗？难道我不能认真工作，让他真正的不去受其他的苦吗？安全感什么时候需要有手机？艾丽，谢谢，请坐。来，我们让2排的人说一声，好不好？来，笑笑，我告诉你，不要扯什么安全感不安全感的东西。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以前我们很多女生，我周围很多女生也觉得自己长得得天独厚，然后谁都看不起，说哎我就是自信，我就不看男朋友的手机。好，我的2个大学同班同学，一男一女，女生呢是我的闺蜜，男生就真的只是我同学而已。有一天，这女生就跟我说，他们2个在一起了，然后我当时就跟这个女生说，我说亲爱的，他是 gay， 好，还特别鄙视我，他说你觉得全天下男人都是 gay， 好，历史证明我的判断真的是对的。有一天这个男生睡着了，他的手机就响了，我这个女生朋友拿起来一看，陈老师，说老师找他，那我还是把电话接了吧。一接，一个非常浑厚的声音说，老公你在哪？老公你在哪？老公你在哪？好，当天晚上他们2个就约在我们学校的操场见面。不知道的人呢，以为是2口子吵架，哎，听到的人才知道是小3和原配在。好，我告诉你，我们全班的女生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别他妈给我们扯什么信任感呢，乱七八糟的东西，该看就得看。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说要看？哎，你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胜吗？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自信，你知道吗？是我们要知道，哎，别人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现场女生朋友，你们真的是运气好。我告诉大家，看手机，现在谁还那么 low？ 我教你们怎么看。谁还看什么短信、电话？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他 APP。你要看那些什么，他是不是全都下一些什么团购的 APP， 你就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抠，是不是每次带你吃饭逛街都是团购。你还要看他什么？你要看他音乐的 APP， 看他听什么歌，要听的全他妈是什么洗刷刷穷开心，让他滚蛋。还有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他旅行的 APP， 看他是不是骗你说他去上海出差，实际上跟别人到三亚去度蜜月了。所以现场所有的女生朋友，该看就得看，今天晚上回家就看，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我再提醒一句啊，我们说的是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这一方一直在说女生有权看男生的手机，就歪曲了这个题目。这个过于道德化，互相看。互相看，可以啊，可以，互相看，欢迎啊，坚决同意，坚决同意。好，对，2排。我觉得手机里最重要的似乎不像是双方讨论的有起有前面的艾丽，我虽然和她站在一边，但是我并不同意她说的话。她说讨论些风流韵事，其实这些东西现在不是手机里最怕被别人看的，对，最怕被别人看到难道不是自拍？你们想一下，有的时候你自己的自拍你都不忍心看，更别说你伴侣的自拍。伴侣看你的手机里你的自拍，你想自杀；你看伴侣的手机里自拍，你想眼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别看了。
才是反方涨分的地方啊。魏明，我有一个魔术师朋友，他同样个人的私生活非常的混乱。那他从来不怕他的女朋友查看他的手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回家之前，就像薇薇姐说的，他会把证据删除干净。那在此之外，他还会让他那些漂亮的女性朋友故意发一些非常暧昧的内容，然后他义正言辞地拒绝掉。这样，当他的女朋友去看他的手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男朋友超有责任感，超有担当，超有责任心。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的女朋友也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哇，我能找到这样的男人，我自己超有眼光。那我的男朋友能够在这么多的女生里面挑上我，原来我也超有眼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会导致你在一个错误的路上陷得越来越深。好，谢谢魏明。作为一个职业骗子，你请坐。我有一句话想说，王老师很简单。你说，一个好魔术师如果能骗观众一辈子，他就是成功的。一个好男人如果肯让他女朋友偷看手机，可是一辈子都偷看不到任何内容，哪怕他是骗了这个女人一生，也就像我跟艾丽说的，你只要肯骗一生，这都算是有责任感。哎，我觉得有必要引进双方团长，请你们以你们广博丰富的人生经历，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两位辩士讲话的时候，都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对，他们好像是用生命在辩论。对，因为他们是人中很难得的大辩。对不起，大辩论者是吧？大辩论者，大辩才。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其实很容易乏味啊，因为所谓的尊重，所谓的信赖，最后带来的那一种距离感，渐渐的就没有办法克服了。当你从一开始就守定了这个规矩，就是你不看我的手机，我不看你的手机。你不过问我今天晚上去哪里，为什么半夜2点才回来，我也不过问你的时候，到最后就习惯成自然，大家就遵守这个文明而冷漠的规定，两个人的关系会渐渐走到一个令人感到疏离跟寂寞的状态。所以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空间，虽然不尊重对方的隐私，虽然被认为缺乏信任，可是给他们两个人生活带来很紧张的感觉。我不是在开玩笑，那个紧张感使他们的生活在一起10年、20年之后，依然维持了情趣。而那些互相冷漠的尊重的人，隔了20年、30年之后，渐渐地步入一个互相不闻不问的状态。所以我纯粹是根据实际的经验跟大家讲，事情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就是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有的时候带来一种紧张的危机感，是可以让双方继续保持互相关切的那一种紧密的关系的。这个按照这个蔡团长的说法，那如果10-20年以后，连这个天天看手机也觉得没意思了，是吧？那就做点更刺激的事儿呗，做点更无聊的事儿，才能把这个无聊的关系保持下去。我来讲两个我的这个想法啊。第一呢，我相信在座99%的人都反对父母看自己手机，对吗？是吧，大家？没错。为什么反对父母看自己手机呢？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手机？你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在外面含辛茹苦工作，把你拉扯大，他都没权利看你的手机。一个没养过你、没喂过你奶啊，只是因为你喜欢他，他觉得他有了权利，对吗？没错，没错。父母都没权利，你有什么权利？你的权利就来自于我爱你，因为我爱你，你有了权利，这叫什么逻辑？对吗？所以，既然大家不同意父母看，更加不同意远远没有父母像这么亲的人，就什么伴侣之类的来看，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成年人做事情，要做有用的事情。那没用的事情做它干嘛？我就问问那些看过对伴侣手机的，看完之后你们俩的关系有什么正面的进步？你看见了东西，那肯定是负面的；你没看见，他觉得你亏欠他了，说你看你看我半天我没有，那你欠了我了，是不是？那你说你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可能对两个人的关系带来正面影响的事情，最多也就是0，对吧？啥都没有就是个0。你说一个成年人干事情，叫最好情况下是个0，
通常它是负的。你说你干这干嘛？你有病！这正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是一定要做有用的事情。高团长，我反驳这2句啊。我觉得刚才你前面说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凭什么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就有了权利？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逻辑啊！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就有了权利啊。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是。一个成年人应该这叫什么逻辑？我爱你，你应该感谢我。对啊，这是我赋予你的。对呀，就像你爱我，我只对你有感谢，我从来不觉得因为你爱我，我有了权利。对，你爱我，我谢谢你，我永远感谢你。我可以讲一件事嘛，就是第一个呢，你刚才用了我们民族的这个孝道来绑架大家啊，这个我有一点意见，因为父母亲不是我们选择的，而伴侣是我们选择的。所以，当你选择这个伴侣，那这个伴侣想要跟你达到全面的沟通的时候，你就接受这个标准，要不然你就不要这个伴侣。所以，一旦接受了，这个就是我爱你，而你给了我这个权利，对，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用爸爸妈妈不能做的伴侣就不能做来绑架所有的人。然后我要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成年人做事要有理智。如果这事儿没用，你做它干嘛？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偷看伴侣手机满足的是内心的一种原始冲动。或者要不然你就不会那么纠结，所以其实偷看这件事儿，它也许没用，但它很爽。我们正在辩题是看，不是偷看。这已经沉醉了。爽就是有用吗？爽完之后呢？爽完之后更爽，一段不爽了。一段感情之中，一方爽，另一方不是理性的动物。对，人的决定有大比例上面是感性做出的。那一方一直爽，一方一直不爽，你这个关系互相看啊！你怎么知道他不爽？互相看就互相爽，其实2个人的关系的核心就是互爽。有的时候看完之后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呢？对呀，对不起，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我再也不参与这个讨论了。基本上我觉得2边态度都表得很清楚了啊。很明确。那这样，我们把最后的表决权留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正方认为可以看伴侣的手机，反方认为不可以，请投票。5、4、3、2、1。好，我们和最初的初始设置比较一下。正方得9票，正方胜出，正方胜出。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个肋骨，你跟你的器官讲隐私。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看呀！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本能？看呀！我就是爱。好，那我们就请2位团长和美丽的女神来从3位失败的选手当中选一个人被淘汰。请写题板。OK， 好。高团长，您应该说这场我们输的心服口服，因为这2位太厉害了。这2位，而且这2位的组合，一个是有理有据，一个是充满情感，这就2边都占了。对，这再加上康永哥这个温和的在旁边，这3人的这组合就几乎是已经败不了了。尤其跟高手对决的时候，叫坚不容发，一招都不能有闪失。那我们自己基本上犯了很多错误，所以我觉得输得心服口服。蔡团长，其实在这2位女士的攻击之下，能够守住阵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然后我只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呢，初次上场的人还是要把握极少的时间发挥你的攻击力，不要因为你是开场的人就觉得我只是做一个温和的序曲，然后负责让后面的人进攻。
一开始就要拿出火力来，你们可以发射3支不同的武器，而不是第一个人先敲锣，后面的人才出刀子啊，这样是来不及的。女神，我觉得，有的时候东西太多，吃太饱不是一件好事，就是让你太过度，就是很好吃，我吃太饱我都不会爱，不如它不好吃，但是我吃的刚刚好。可是你常常吃太饱，所以我常常就是觉得不舒服。对，好，那请3位来亮出题板。本节目同步手机上路，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好，那请3位来亮出题板。高团长，刘显赫、季泽熙、艾丽，一人1票，来，奇葩宝典，这都是起作用。宪法有宪法的力量，这是 Bible， 这是 Bible 啊，这不是宪法，这是 Bible 啊，这个那个宪法是有规定的啊。如果在淘汰环节出现3位议员分别选择了3位选手的情况，请议长大人摘下你的议长头套，作为一名普通的议员投出你的1票。头套摘了吧。哇，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换你当坏人了吧？真的要我选吗？你就别敲这，敲自个儿脑袋就选出来了。对，我闭着眼睛说，责任感。艾丽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她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会有更精彩的表现，我希望她留在场上。可是，刘显赫是一个重口味的选手，你都吃过吗？他留在场上，不知道会给这个节目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季泽熙是一个很漂亮的选手，会为这个节目吸引无数女的脑残粉，所以真的要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啊，哎，咱们的规则能改吗？把我们话筒瞄掉，我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都是男的。不是我谁跟我管你们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完全不征求别人的意见，独立做出我的就不判断。要报剪接。这一场被淘汰的是这一场被淘汰的是刘选赫。你可能委屈，也可能不服，但是你被淘汰了。欢迎你在后面的奇葩说，在2排的位置上参与讨论，让我们分享你重口味的故事。谢谢，再见。大家其实能够从节目中看出来，我是一个一旦上台去做这样的一个辩论的话，我会很认真，我会胜负心很重。特别感谢不走寻常路的时尚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非常有这个比我想的要好玩多了。你看我这个虽然输了2场，但是我很高兴，因为看到了充满了热情的辩论，而不是充满了那种诡辩的辩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像看手机这样的每个人切身有生活的东西，我觉得特别精彩。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
撕去人性虚伪的面具，为了颠覆既有观念的枷锁，贯彻爱与真实的终极信仰。是的，我们就是传说当中的马小。还鼓掌，这么肉麻、这么恶心的词儿，大家还鼓掌。每一次我们都要讲这么蠢的话呀？对，而且每一次观众都鼓掌，应该起哄。好，那个可能电视机前和网上的网友观众会想，你是不是打开方式错了？是的，你看到的就是由不走寻常路的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奇葩说》。好，这是我们节目的本期女神，万众期待的袁姗姗小姐。大家好。你们有问题要问姗姗吗？你怎么穿那个床单就来了呀？我们学校床单都这样。因为我们来参加奇葩说嘛，必须穿的奇葩一点。你穿的再奇葩，你都掩饰不住你的好看。我穿的奇葩就奇葩。天哪！谢谢。你讲再多话，他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好像你不说话，他就能跟你在一起一样，真是莫名其妙。他会跟你在一起吗？还是我们在一起比较好？我不要跟你在一起。这就是这个节目叫“奇葩朵朵向阳开”。好，那个我们美其名曰是一个辩论节目，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个题目，分正反方来进行辩论。来吧，让我们看看今天讨论的是什么。西湖边站个法海，游客数量立马下降；核电站旁边站个裸体范冰冰，照样人山人海。这看脸的社会，女人漂亮嫁得好，男人紧俏一。线下看脸，线上也看脸，上得亮照，关注量明显增加。拼爹的时代，大家也在拼脸，导演选演员看脸，老板选秘书看脸。有好脸就有好工作，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整容一定改变人生啊！可侃爷发现，看脸只是表象，看能力和魅力才是根本。有钱如马云，哪怕你是外星人；有才如高晓松，哪怕长得像植物大战僵尸，他们有魅力，照样被人崇拜。武大郎要是首富，潘金莲也不会出轨。葛优黄渤长得都对不起镜子，但观众买账，连雷正富都有赵红霞，凭什么说这是看脸的世界？总之，在江湖里摸爬滚打，想要成功上位，有人坚信做个安静的美男子才是王道，但也有人相信不靠脸也能走天下。看一看的有点心塞，所以诸位看客，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呢？这是不是看脸社会？当然，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的对手。斯达呢，两个斯达，一个刘斯达。那我没有在怕他的，因为姜思达第一腿没有我长啊，第二说话也没有牛啊，所以完全没有在怕的。但是姜思达头上有朵花呀。对啊。我长得像一朵花。答案，我真的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违心。我这样，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觉得挺好的啊。如果这要真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直接赢了。这是不是个看脸的社会？我们两位团长也都有各自他们的这个观点。在各位投下你们神圣一票之前，我们先让两位误导一下大家，好吧？小松，你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你看看我的脸，你觉得是吗？那个康永兄，哎，既然他选择了这个方，你就有义务去站到他的对立面上去，是吧？我很乐意站到他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这直接就是一个看的社会。那看什么呢？就是你有本事让人家第一眼看到你的脸就看脸，没有脸看的话，第一眼看到你的钱就看钱，看车子、看衣服、看你的才华，全部都可以看。那看脸是最方便的，所以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这多好，这才像一个辩论社会，对吧？珊珊觉得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觉得当贝克汉姆和马云先生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标准答案。啊，好深奥。马云和贝克汉姆那能比吗？你和我在一起，你看谁看不看？他看你，不看我。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如果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一直看你啊。我还是看脸的啊，我不会跟你在一起。我曾经也看脸，我17岁的时候也看人脸。所以其实看不看脸，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各位两位团长和珊珊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你说其实是看身材的。你认
认为这是一个看腰的社会，是吗？这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变化看不同部位的。对啊，刚才拍那个什么硬照的时候，他不自觉的把手都放到我的腰上了，我觉得。然后才发现我的臂长实在不够。你们两个这个位置刚好是这么交叉着，容易让大家看乱，换一下位置行吗？我坚决拒绝，因为我坐在你旁边更有自信。怎么可能有人拒绝坐到珊珊旁边来？我坚决拒绝。不是，我要坐在珊珊旁边，我就变成说也不会话了，家也搬了走。但是我坐在你旁边，我就非常流利。但是你坐在珊珊旁边，你有了摸腰的机会。那更不行。老想着摸腰，还能辩论吗？哎，我觉得好怪，这一方长得明显的更好啊，颜值比较高，确定吗？颜值明显的，所以我们才更有说服力。这个人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啊，是这样吗？你凶个屁啊！激动好不好？不要激动我们的。稳住。那个刚才有一个选手提到一个词儿叫颜值，小松知道吗？是盐有多咸的那值吗？脸面的颜值，你的世界里没有这个词儿，你的词我已经突破了0，是这意思。你叫做颜不值，你知道吗？这个康永知道这个词儿哈，颜值。哎，听起来懂，可是怎么那么像日本里面出现的？珊珊知道这个词儿吧？颜值。知道。好，这样我们就以珊珊的颜值是100%，以我为0，以他为中间差距也太大了。以他为0，来做一个统计，大家对自己的颜值先做一个评论和判断，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自我判断。我们先从康永兄开始，你就不用了，你0，反正啊。康永兄的颜值自认为是58。好准确啊！连59都不是，57和59，它分别代表着什么？就是再多努力2分我就及格了啊！靳宇轩啊，单纯颜值的话，我估计我大概是68。思达觉得自己呢？我觉得那就比金老师多10分吧，78。潇潇颜值，我觉得我98，看100的话。王梅颜值的话，如果不化妆的话，大概60分吧。但是化妆的话，可能可以提升10分，这样70。姜思达颜值，我觉得34吧。虚伪。张扬，你不用回答这个问题，你那个值还没有小松高，你就算了吧啊。哎不，我跟你说真的，以前我真不觉得袁姗姗长得好看，但今天看本人她是美的。我刚才还在跟他们讨论，我说。你又是一个不上进的姑娘，哦，就是我是要开始重新选择职业了吗？我也不太上进，其实。对，他也不上进。好，我们好像还是一个辩论节目啊，现在正式开始吧。选手按自己的观点选择持方。今天的主辩手坐第1排，2排为协助议员。比赛中，观众可以随时变换心系，按下啪啪钮，红正蓝反。辩论的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那我们现场100位观众，到你们表态的时候了。3、2、1。好，我们看一看，哦，67比33。好，按照一个辩论的规则，虽然我们经常不遵守规则，按照辩论的规则，也是由正方来开始。 OK，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方的观点是，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因为我们从有狗那年说起，所有的动物的繁衍生息，它们都是靠什么？靠择偶。怎么择偶？我们要选择个优良的基因啊。选择优良基因怎么弄呢？看它的外貌。我们或者说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现在是个狒狒的世界，我们是人猿星球，好吧，我们都是狒狒，那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一个是否是看脸的世界了，我们是个看屁股的世界。狒狒的择偶是看屁股啊，看红色的屁股。实际上，高老师坐在这个位置，就为我们充分的提供了一个证明，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看脸的世界。而高晓松老师由于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颜值，他只能把大家泡妞的时间用来苦练自己的琴艺。当练成之日，你才坐到清华的草坪上。
好，1分钟时间到。你成功的已经为你们跑了3票了。 OK。啊，你准备转会了是吗？你要转吗？不过金宇轩刚刚讲了个重点，就是说是因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才把高晓松逼到了得苦练吉他，然后成为校园音乐人的这个，然后就完全否定了他看脸的社会。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脸不行，用别的也行。靠别的啊，可是说明他自己否定了自己。不是，不对。按你这个说法，钱不够用，他开口了，我不用了。您用您这个说法，钱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信用卡，所以信用卡可以取代钱。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其实你不是颜值不够，你不能来凑。高晓松老师，你弹吉他弹那么多次，我们并没有说这只是个看脸的世界，脸很重要，我们没有说它是唯一呀，是不是？我跟金老师是对的，你为什么对于我们这种颜值的人不能胳膊肘膀你拐一下呢？你老看高老师有什么意思啊？现在解释。就我说对的，谢谢大家。我还可以补充吗？我来说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吧。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127斤，然后当时我考的是传媒大学播音系，我们就是出来以后就要干主持人这一行，我就跟一堆人一块儿去一个北京的某一个公司做节目那个公司去面试，我觉得我说的特别好，我觉得里边没有一个人说的有我好。后来回来以后，我等消息的时候，最后我被淘汰了。于是我就开始去问，我说制片人为什么我没有被选上？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团队够强大，我不用你特别会说话，我们都可以包装你，教你怎么样去说话。但长得好不好看这个东西是最直观的东西，观众第一眼看到你的脸的时候，你长得不好看我就换台了，我不听你说什么，就是这么现实。我也怀疑过。你那时候127斤是吗？对，127斤。你也到过127斤？有过。也没126，比你瘦1斤。我也到过127斤。那谢谢刘思达，你跟我们分享了你悲惨的童年故事啊！就在不久之前好吗？而且会一直延续好吗？这个现象，大家都清醒一点好吗？我要是你，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回到127斤，看看世界还是不是那样。我就不能那么蠢啊！你认清现实了以后，你可以不服，但你一定要认清这个现实，然后去改变啊！那肯定要减肥啊！好的，再不让人家说话有点太不公平了哈。现在由反方来发言，谁先说？我先说。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就是曾几何时，我也和大家一样，我觉得在娱乐圈，只要你长得好，或者你整得好，总有我的一席之地，好吧？大家现在看看我都一把年纪了，我还坐在这儿跟一群神经病来谋生，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想说的是，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深刻的意识到，我真的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而且我们在反观我们的小松老师，我相信对小松老师的长相，刚才我们的对面那几位同学他们也提到了，小松老师长得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达成一致的共识，那就是真的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呢。但是他们刚才也提到了，小松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人，人家90年代就知道把别人的长发盘起了，这个小才华我真的是望尘莫及。所以呢，其实我原来写的是谁把你的裙子撩起。老师，我们要有点正能量给观众，马上啊，正能量马上来了。所以呢，小松老师虽然长得比较大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真的是一个有才华的大男孩呢。而且，说到这个社会，脸重不重要？我们不否认，脸很重要，但他们真没那么重要。就说我吧，大家看我穿的人模狗样的，真的，我的证件照拿出来，比对面的张扬同学长得还要残忍呢。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你们爹妈不给力，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而已。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累死我了，要休息。我们看一下啊，你真的征服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接近要打平了，49。哇，拉平！我发现我们已经输掉了耶！我发现今天的现场观众还是非常敬老爱幼的，像潇潇这么50多岁一把年纪啊，大家居然能够给他这么多的鼓励，真是啊，夕阳红啊！这6位选手还有年龄比我大的吗？真奇怪。张扬，你让人家说完啊！好，他不说完了吗？姜思达，你请。对面的张同学告诉我嘛，其实脸是重要的嘛，别的也是重要的，你今天能力也是重要的，你钱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得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那我们就能得出任何一个结论，这是看钱的社会。
这是看爹的社会，这是看身材的社会，所以这样论述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它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脸是重要的，而我们也承认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为什么？是因为在我们走向成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脸和其他因素相比是最容易提升的一个。在我原来的时候，我是个单眼皮，我妈就觉得双眼皮会比较好看。那现在有这种医学技术，我就说实话嘛，割了一个双眼皮，那很快就康复了。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脸好像没那么重要。张司长，我有问题。张司长，你只有割双眼皮吗？真的。那你其他脸上部位没动过？没有。司长，你早晨起来有刮腿毛的习惯吗？效果看好像刮的也不太好。没有。我们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就像他这种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打算穿上丝袜的，但是觉得还是算了吧，就是退毛就退毛。你一直跟他聊他的腿毛，等一下他们这一队的这个不高兴。他大腿都露出来了，然后你就关注那个小腿。潇潇是每天要刮腿毛的是吗？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说，我真的是被姜思达给逼的，真的相煎何太急，这小妖精穿成那样，我真的我就只有这样了，你知道吗？她穿裙子我就只有超短裤了。你可以穿迷你裙啊，迷你裙，这样好吗？那她怎么办？她本来床单嘛，就算了。对啊，我都桌布了。所以为什么这一对长得好看的人都在讲这种话？他们有没有勇气卸了妆以后素颜讲这些话？真想过，他们就是因为长得好看，但是并没有如预期的。如果真是看脸社会，他们早就成功了。他们并没有那么快的成功，他当初误会了，所以他们才认为这不是个看脸的社会，心怀恨意的在陈述这件事。咱们在这坐的所有人，我们这一上面这么多人，有一个人比江珊珊好，比袁姗姗好看的吗？因为颜值分高低，他们没有达到那么好看。我要想珊珊姐您这么好，我早就红了，早就红了，我比蔡康永老师还红。突然红了怎么办？你不红不一定是因为你长得丑，是因为你性格不招人喜欢。对，很好。性格为什么不招人喜欢？因为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腹也有诗书啊，我气还是我们再来看，有些人说文化，唐宋八大家是哪8个人？反方已经到64票了。我觉得你们这边要不就是长得难看，要不就性格讨厌。只能靠后面的外援的人来说话了。艾丽。我们今天辩题是这个是不是看脸的社会，但我没有说这个是不是只看脸的社会，而且我认为脸有特点不一定要好看。高晓松老师非常有特点，大家你看他的脸啊，仔细看他脸，仔细看啊，看不起了。现在把他的越看越想哭，对吧？把他的脸全部去掉。只留把我脸全部去掉，没有，把他的皮肤去掉，只留下来胡子、眼睛和头发。你能记住这个人，对吧？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名人像他这样的，当然远要稍微远一些，离一些。刚才如果你们仔细听对面的所有人说话，他都会说，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去做这个双眼皮；我觉得不看脸呀，我觉得无所谓啊，但我就要去包装。如果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看脸，那就不应该做那些活儿。最后的最后，我说一个我具体的例子。时间到。刚才我坐在高晓松老师旁边，近距离的观察他的脸的一些感受。我真的是我使着劲的看了一会儿，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我的心情，叫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好了，王梅还没有说话，开始。好，谢谢。刚才其实艾丽说的是什么呢？她告诉我们的是人要活得有个性，要有特点，要让别人记住你。可是这个和今天的题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说什么叫做看脸的社会？在我的理解，如果你跟我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代表什么？代表脸可以定胜负，一脸可以定江山，长得好看就是有特别大的优势，可以说服别人，可以不管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看是不是这样？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的人长得不好看，但是他很成功；有的人长得挺好看的，可是他混得很惨。
这就说明什么？如果我们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长得好看只是一种可能让你达到的一个因素之一，脸一定能决定一切吗？关键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你说这个人长得好看，没有学识渊博更加努力来得好嘛？那我们想想设想一个这样的概念，如果我跟你一样努力的话，我长得比你好看，或者你长得比我好看，是不是有优势？有优势，但是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又有优势呢？对那这个时候不就是有文化的人更有优势了吗？也看才华。所以说嘛，这根本对比不对嘛。你看高晓松老师和蔡康永老师都有文化。高晓松老师在这儿呢，你他妈哪儿？这我都不看到你，我只看到蔡康永老师。王梅因为你而来的。来，我采访一下我身边美丽的袁姗姗小姐，你认为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吗？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超市的老板，金城武在你的超市里面偷丝袜，那只是假设，假设你要被金城武告，你会告他吗？不会。你会让他肉你会，所以还不如长得难看点。就是高晓松在你的店里面偷丝袜，你会怎么办？是和金城武比吗？不，就是刚好你的店特别倒霉，上午是金城武偷丝袜，不告下午是高晓松偷丝袜，告他。高晓松偷矿泉水我就原谅他，你偷丝袜干什么呀？我偷丝袜为了套在头上，可以吗？偷丝袜是为了套在头上去抢隔壁那家店是吧？为什么会把这个丝袜套在头上？因为遮住面部，面部是最容易被人发现的，所以这是个看脸的世界，还要说吗？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看辩论结束时双方投票结果，51对49，凝固啊，这个票数已经不能再被改变了。好，计算胜负结果。反方加了17，反方胜。一个人如果连自我包装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失去了核心的竞争力。如果我和你长得一样好看，可是我比你有文化，你觉得是不是我又有优势呢？你可以一天整成范冰冰，但是你能不能一天读成林徽因？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反方胜了以后呢，就是正方的3位选手当中有1个人会被淘汰。我们请2位团长和姗姗小姐在这个题板上面写下你希望被淘汰选手的名字。开始。好，来吧，3位都把这个题板扣起来，然后在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大家看之前，请先说出自己的原因，但不要说出这个名字。高团长。我觉得作为胜方再去淘汰这个负方的选手，实在是于心不忍，所以我们叫胜不骄不追杀。哦，胜不骄不追杀。我觉得小松胜负心太强了啊，然后这么强的这个胜负心都就上来就已经骄了，这就是骄。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袁姗姗小姐。我实在不忍心，因为我是一个在辩论上有些不太坚定的人，就是听到谁说都还挺有道理的，然后都听得觉得是对的，虽然最后也会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也是需要磨练，然后慢慢成长才会成为优秀演员的。但是听到他们各个行业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所以，然后我就写我自己吧。袁姗姗和小松都没有选择弃权，我们都选择了弃权。那蔡团长，我选中这个人要把他淘汰掉呢，原因是我不确定他留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未来能不能够带来很大的功劳。可是我几乎可以确定，他留在这个队伍里面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好，这是您的选择，是，所以请亮题板。
本节目由不走寻常路潮流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人人网，关注《奇葩说》公共主页，参与奇葩话题，有奇葩惊喜。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请亮题板。那么在正方里面，唯一得到一个淘汰票的就是张扬，所以张扬，你也许委屈，也许不服，但是你被淘汰。心不服，口更不服，都不服。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真的是。当然，也许说蔡康永老师是在保护我，他可能要单独发展我，也未必哦。好，谢谢老师。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我是觉得吧，他刚才那个康永老师也说了，他是因为怕给团队来特意减分，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节目中给我们大家带了挺多欢乐的。你表达了那么多了，我们最后给你一个福利吧，退场福利，拥抱一下我。你愿意跟？是拥抱一下我。那是真正的枪。珊珊介意不介意跟他握个手？拥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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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不敢，拥抱不敢，皇帝家人，皇帝家人嘛。他太可爱了，就虽然说康永老师第一轮让他下去了，但是他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他在做节目方面气氛上很有帮助，等到我们不需要仰仗任何一个人来塑造这种热闹的气氛的时候，我觉得张扬才会有发挥的空间。